古代打仗前，将军为什么要给士兵灌酒？因为一个正常人拿着长矛，面对几万名冲过来砍自己的人，第一反应绝对不是热血沸腾，而是想跑。于是，古代将领想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：先把士兵的恐惧灌晕，再让他们冲锋。一碗壮行酒下肚，原本像钢铁怪兽一样的敌军重骑兵，看起来突然就没那么吓人了。所谓视死如归，有时候不是思想境界高，而是酒劲儿还没过。但问题也来了，酒喝少了能壮胆儿，喝多了连敌人在哪边都找不到。所以古代军队对酒的态度非常矛盾。大战之前主动发，平时偷喝可能直接砍头。那么这碗酒到底是战争增益，还是集体送命开关？先把自己带入一名古代士兵你没有防弹衣，没有急救包，也没有远程火力支援，手里只有一根长矛，身上穿着一套不知道经过多少人转手的盔甲。对面几千个人和你没有私人恩怨，却都希望拿你的脑袋回去领赏。这种情况下，只要神经系统正常，腿肚子都会开始独立思考。所以大战前发酒，首先是一种心理动员。少量酒精会影响人的判断，让紧张感暂时下降。说的好听叫壮胆，说的直接一点，就是让大脑暂时不要把死亡风险计算的那么清楚。但是古代士兵喝的酒通常没有影视剧里那么夸张。古装剧里的大侠动不动拍开一坛高度白酒，仰头喝掉半坛，喝完还能骑马狂奔800里。现实中这么喝，可能还没见到敌人，就先见到祖先了。蒸馏酒广泛普及以前，人们更常喝米酒、黄酒和浊酒。这些发酵酒度数相对较低，有的里面还飘着酒糟，外观看起来更像一碗略带酒精的谷物饲料。所以古人经常按碗按坛喝酒，并不一定是肝脏拥有特殊科技，也可能只是酒度数没那么高，再加上文学作品习惯夸张。毕竟喝了3杯以后有些头晕，想不出英雄气概，必须写成连饮18碗，提刀上马，读者才愿意鼓掌。既然酒能壮胆，为什么军法还要禁止酗酒？因为酒精带来的增益时间很短，负面效果却非常稳定。喝少了稍微放松，喝多了反应变慢，平衡失控，判断混乱，甚至分不清敌军和友军。一支喝醉的军队看起来杀气腾腾，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群拿着武器参加大型摇晃测试的人。古代战争中，经常有人趁敌军饮酒庆祝、警戒松懈时发动突袭，前一刻还在举杯庆功，后一刻营门外已经全是敌军。站岗的人连自己姓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更别说判断来的是友军还是来收人头的。所以合格的将领必须掌握一个精确标准，让士兵喝到敢冲锋，但不能喝到不知道往哪冲。除了壮胆，酒在古代军队中还有其他功能比如寒冷天气里的心理慰藉。人喝酒后，皮肤血管扩张，会短暂感觉身体变暖，但这种温暖很大程度上是假象，因为人体散热反而可能加快。这就像一家公司已经快没钱了，却把门面重新装修一遍，制造经营状况良好的错觉。酒不能真正代替保暖衣物和热食，但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，那一口短暂的暖意确实能让人心理上舒服一点。酒还可能被用于缓解伤痛。古代没有现代麻醉药，伤员接受清创或者简单手术前，有时会先喝酒。现代麻醉的目标是让你安全的失去痛觉，古代灌酒的目标则是希望你惨叫的时候稍微小声一点。此外，酒还是一种重要的仪式工具，例如日本武家出阵前有3献一类的饮酒仪式，将领们分次饮酒，再搭配鲍鱼、海带、栗子等具有吉祥寓意的食物，大家一起喝完，代表暂时停止内斗，共同对付外面的敌人。至于打赢以后要不要继续内斗，那属于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。中国历史上也有大量赐酒、誓师和壮行仪式，将领们发下去的并不是一碗饮料，而是一份通知。从这杯酒开始，所有人的命暂时绑在一起。所以古代战场上的酒，既是士兵面对死亡前最后的安慰，也是将领控制士气的工具。它能关闭恐惧，却不能替代训练；它能让人往前冲，却无法保证人冲对方向。真正优秀的军队，不是人人都能喝18碗，而是喝完以后仍然有人听得懂命令。